欢迎来到 King 的轮滑教室。这是一个学习、成长以及挑战自我的频道，帮助想要开始运动以及学习直排轮的人们开始行动，并且健康愉快的学习。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最精彩的影片，记得订阅哦。继上次的单脚教学之后呢，有许多小伙伴私讯我说，教练可不可以教我一些单脚 S 型？我练了很久还是练不起来啊。也看到一些在新场地的新教练们，单脚 S 摸索了很久，还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通过。因此今天呢，我就要用3个简单的步骤教大家如何学会单脚 S， 并且在最后会有2个教大家如何让你的单脚 S 更有力量，并且可以溜得更远、更顺畅的方法。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们就 Let's go。通过上次的单脚教学，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单脚走直线的，对吗？但第一步骤呢，我希望大家再有一些单脚的稳定性，就是我们除了可以走直线以外，我们还可以走在一个稳定的白线上面，或是走在一个稳定的隧道中间。在开始稳定训练之前呢，我们一样先稍微做一下热身，让我们身体习惯一下单脚的这个形态。然后轻轻的扶好墙之后，记得我们身体不要歪斜。然后我们先将我们的轮子踩正，踩正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有很多小伙伴他刚开始踩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轮子都踩歪了。那第一个是可能是鞋子的问题，首先你一定是要用比较好的鞋子，你不要用那种软鞋或者支撑性不佳的鞋子。那第二，如果你已经鞋子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记得将我们的轮子踩正来，保持它的正刃，然后再将我们的扶腿给抬到我们支撑脚的后方。这时候呢，正刃，身体保持直的，双手打开。去感受一下单脚的稳定性。你也可以放脚后多做几次，感受一下你抬脚的过程。你也确保你的重量都是在支撑脚上面。如果比较稳定，你也可以稍微放手，去感受一下单脚的稳定度。熟悉后也可以换一下脚，让双脚更平衡。这个就是会是我们原地单脚支撑的一个练习。接下来我们就要找到一条像这样的白线。那等一下我们溜的时候呢，可以将我们的支撑脚都溜在稳定的白线上面。第一次呢，你可以先将线踩好，扶腿做踮脚的动作，稳定之后抬脚，一样练习个3到5次，踮脚、抬脚。如果你的场地没有白线的话，我们也可以摆像这样的一个直线的脚标。我一样先溜一点速度，然后踮脚、抬脚，稳定的呢做直线练习，稳定的做直线练习。当然比较熟悉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脚标呢逐渐变小。如果你一开始还没办法很稳定的在这个直线上面的话，你可以先宽一点点，然后逐渐的变小，让你的人跟身体可以越来越适应在这个山洞里面的稳定度。看一下我们小范围的。就有一点挑战性啊，稳定一下我们的身体。好像你刚才看到我们在做单脚的时候，我的双手一定都是打开的，我的核心这边不能左右的去摇晃，不要前后的摇晃，而且我们的脚一定是要踩正刃，一定要踩正刃，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在单脚行进间呢是很稳定，并且可以进行到我们下一个动作。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第2步骤。第2步骤呢，其实跟第1步骤有一点像，只是教练呢要把它这个中间的难度呢再缩小一点点，让它有一个衔接性。就是我们在视觉上看起来，我们的脚标呢是 S 型，它像是 S 型，但它其实中间呢，我们运用脚标的一些摆设技巧，让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一条直线。你还是要做单脚的稳定，但是呢，你会因为它看起来会像 S 型，你会去更强势的想要稳定住它。那可能中间会有一点点偏左右移，那同时也是训练你在左右内外刃的一个控制。那这个部分呢 ，King 要先教大家怎么摆放我们的脚标。我常常看到很多做单脚 S 的一些伙伴们，他们的距离实在是摆得太短。如果你再短的话，你需要更快、更敏捷的一个反应力，你才能去躲过这个脚标。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给自己更多充足的空间，
把我们的脚标距离拉长一点点，来去让我们有更多适应的时间去做转向以及稳定，这样子对刚开始学习的伙伴们来说会是比较容易的。好，来看教练示范一下。首先呢，我们先做踮脚的进行，踮脚，踮脚，踮脚，尽量走出一个直线。然后比较熟悉之后呢，第二次我们先做抬脚，然后也尽量呢走一点点的直线，走一点点直线，抬脚，尽量 hold 住直线 ，hold 住直线。你可以在这一个步骤中做一点点左右 S 型，去尝试看看左跟右的一个感觉。做起来呢会像这样子，有一点点摆动，但不要太多，有一点点摆动。这一个呢就会是我们第二步骤的一个练习。那大家把这个步骤呢，从我们的踮脚到直线到轻微的 S，尽量在最后的时候保持身体一样，双手打开，然后身体稳定，不要左右前后的摇，然后一样扶腿要保持在我们的支撑腿的后方，让我们身体呢都是保持一个稳定。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第三步骤啦，小伙伴们觉得学到这个地方开始感觉单脚 S 好像不是这么难的嘛？其实只要循序渐进的方法，单脚 S 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学会的一个动作。那第三步骤呢，我希望大家开始就真的可以完成单脚 S 这个动作，就直接开始做啊。对于刚开始学习单脚 S 的小伙伴，我推荐两个脚标之间的距离呢，大概是200公分到300公分之间。你太大其实会就像在走直线，也没有那么必要。太短你会来不及转向，所以大概2.5公尺这个距离会是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自己去做微调。那我这边就直接带大家做做看。记得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样要保持我们刚刚第一跟第二步骤的感觉，尽量去贴着脚标走，不要让我们身体歪斜的太大，来去做单脚 S 练习哦。那第三步骤呢，就希望大家多练习几次，大概练习个20到30次，然后中间呢慢慢去调整自己的速度跟稳定度。刚开始我们也可以留一些速度，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单脚 S。那大家看教练示范一次，一样在前面呢先做一些助跑的动作，然后抬脚，看我们过程中尽量贴紧着我们的脚标，然后一样保持双手稳定，扶腿放在后方，尽量的不要将我们的脚甩动的太大。也不要去这样踢，这样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就稳稳的用我们的惯性速度，先把我们的单脚 S 过完。等我们有单脚的稳定度跟流畅度之后呢，再去做一个加速的动作，就是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就是第三步骤啦。到1到3步骤之间，大家应该已经可以顺利的过完单脚 S 了吧？但想要增加速度，可不止于此了。接下来呢 ，King 带大家练习2个可以增加你单脚 S 稳定度及速度的一个方法。那我们 check it out。第一个绕圆练习。那我们首先呢，先用我们的脚标摆出一个圆。我们等一下要用单脚的一个方式呢，去绕我们的圆。那我们要左向，当然也要右向。对于刚开始的同学来说，我们先绕个1圈，去感受一下我们左侧用力的一个方式。再绕右边1圈，然后每一圈呢练习3到5次。或者一样过程中尽量保持身体的稳定。看教练示范一次。首先呢，我们先从远处的直线抬脚，然后进到转弯之后呢，保持我们的推刃以及加速，然后溜完1圈，这样子去过程中呢，一样保持我们双手以及身体的一个稳定。做完1圈之后，练习3到5次，我们可以换另外一边，一样走入一个直线，然后做完单脚的训练。第二个左右转弯，左右转弯呢，可以练习我们重心在往左以及往右的时候的一个感受能力。所以呢，左右转弯，如果你能做得出来，单脚 S 基本上你可以更容易的掌握，而且速度会更快。那一样，我们在左弯跟右弯的时候做3到5次的练习。第一个是我们的左弯，记得在脚标之前呢，就要做一个抬脚的动作。出脚标之后放脚，
这个地方练3到5次之后，换右弯，右弯的练习。左右转弯呢，可以帮助我们单脚 S 过程中左右向的时候可以更加的稳定以及顺畅。关于单脚 S 这边有几点注意事项要提醒我们的小伙伴一下：当你在做第一步骤的过山洞训练时，你摆放的物体或是脚标，记得一定是要踢到后不会让你跌倒的哦，不要让你的轮子去陷下去。这样子呢，你在过程中才是会更安全哦，不至于受伤。King 也不希望大家在练习动作的时候造成身体的不适或是受伤，希望大家愉快的一个学习。第二个的注意事项一样是希望不要大家受伤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伙伴留言啊或者私讯跟我说，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脚就是歪歪的或者斜斜的，那这个我们在课堂中也是常常会见到。其实有很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的直排轮鞋器材的部分呢不是符合标准的，它的鞋壳实在是过软，或是底座实在是太软，它没有办法支撑你整个脚的一个力量，所以导致我们的刃会去歪掉，不正常的一个偏刃，或是说软掉。尤其呢，你是体重如果比较重的一个大人或是伙伴呢，如果你已经体重是比较重，那你的体重压在上面，也还要去负荷你的一个脚的一个动作，那真的对你的脚踝的负担是相当大。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用的是标准的一个直排轮器材来去做我们的训练，也会是相对安全的。而且鞋子记得一定要穿紧。很多人虽然是支撑性良好的鞋子，但是他在绑鞋的时候没有绑紧，所以它其实溜起来还是歪歪的哦，它脚会晃来晃去的。所以我们的鞋带呢一定要穿紧来，而且是用支撑性良好的鞋子，我们在学动作的时候呢才会事半功倍哦。单脚 S 真的是比较需要一个全身稳定以及协调的训练，但是你只要依照教练的3个步骤慢慢学习，我相信你一定是可以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哦。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上次单脚的教学的话，也可以点击上方去重新学习一下单脚 S 的一些要点以及事项。也欢迎加入我们富裕轮滑系统完整线上课程，也会有专属的讨论群组在下方。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部影片，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教学影片。那你还想要学习什么动作吗？留言在下方告诉我们，我们就下次见。